情况？谁摔倒了？法拉赫摔倒了，那法拉赫被摔了一跤啊！你绝对想不到，两大长跑集团为了战胜法拉赫，想出了多少鬼点子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始前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大长跑王国发出悬赏令，谁能在比赛中战胜法拉赫，就能获得非洲7日游的机会，不仅机票、酒店费用全免，而且有机会沉浸式体验奥德标专属座驾带来的快感。要知道，在非洲，奥德标的大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想当年，骑着没有刹车的28大杠，载着几百斤的香蕉，从山顶到山脚只需要5分钟。听说最近更是以全票当选了香蕉村村长兼村委一把手，名气和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不认识奥德标的兄弟们，建议你们就别去搜索了，因为你一旦看完奥德标的事迹，就会觉得你自己得过且过的人生在他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自从悬赏令发出后，全世界练习10000米的选手短时间内翻了2番，这也导致这场10000米对决的火药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浓烈。除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大军团派出了最强阵容，老将塔德赛、乌干达的切普盖特也对这次的大奖充满了兴趣。这点小日子选手大破节也参与其中。看来奥德标的魅力果然不是吹出来的。好了，比赛开始，法拉赫的起跑从来不让人失望，他像一头威武的雄狮，静静地跟在队伍最后。眼前的对手们在他眼里就是待宰的羔羊，待时机成熟，一击即可制胜。1000米用时2分55秒20，2000米用时5分44秒49，整体节奏并不算很快。估计这些选手心里想的是，只要能战胜法拉赫就行，成绩什么的并不重要。此时法拉赫也意识到了不对劲儿，开始提速。2800米，法拉赫顺利升至第1位。3000米用时8分30秒70，节奏明显加快。这时候法拉赫最忠诚的僚机卢普开始和法拉赫形成配合，牢牢守在5、6名的位置，但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这次两人的配合就出现了问题。3900米，法拉赫被卢普在后面踩了一下，绊倒了。此时隔着屏幕，我都能感受到其他选手内心的狂喜。法拉赫快速起身，开始紧追。卢普回头向法拉赫检讨，法拉赫直接竖起了大拇指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干得漂亮！”这一摔感觉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，困扰多年的关节炎好像也消失了。4000米用时11分12秒29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忘了介绍，法拉赫身高1.75米，体重也只有130斤，但修长的大腿和宽大的脚型让他在比赛中占尽优势。唯一的缺点就是人多的时候容易被踩，也不知道他这宽大的脚是天生的还是被踩出来的。这时候有一名选手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主动放弃了争夺非洲7日游的机会。5000米用时13分53秒11，法拉赫跟在切普盖特身后，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两大军团牢牢把守在队伍前面，只要法拉赫敢超车，他们就敢设路障。6000米用时16分37秒20，7000米19分19秒07，小日子选手大破节调到了第2梯队。8000米用时22分00秒83，此时已经有选手被套圈了。9000米24分36秒95，法拉赫不声不响的来到第1位。要知道，法拉赫的出身地可是索马里，这点小围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。此时现在第1梯队就剩5名选手了，最终能不能去非洲见奥德标，就看这最后400米的冲刺了。好了，宝哥先去上个厕所，接下来把话筒交给杨健老师。他已经实现了世锦赛3连冠，看看奥运会能不能卫冕。阿努伊冲到了前面，挡拆呢？卢普呢？卢普现在加不上去了，法拉赫要紧紧的跟住塔努伊，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最艰难的一场比赛。在身后的是图拉，最后150米，塔努伊也竭尽全力了，3个人都到了极致的状态。速度，法拉赫弯道进直道，超越，速度，法拉赫全力超越，全力加速，向着自己卫冕冠军的梦想全力加速。法拉赫仍然是这个单项上的绝对实力，他最后冲刺的时候还做了一个爱心的动作，那是他跟卢普的独特的标志。法拉赫卫冕成功。全场比赛用时27分05秒18，最后一圈55秒37。我的天哪，跑了9600米之后还能标出这个成绩，看来奥德标真不是那么容易见得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关注高哥不迷路，高哥带你上非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